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俄罗斯好像又要搞大动作了。就在近几日呢，有消息显示，俄罗斯调离了挪威边境的大批守军，将其派往了乌克兰境内。难道说这是要进行大规模进攻吗？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就在近期，也就是奥斯陆北约防长峰会后，挪威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埃里克·克里斯托弗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外表示，俄罗斯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北约并不会突然对俄罗斯发起进攻，于是原本部署在与挪威接壤的俄军部队现今的人数只剩下俄乌战争爆发之前的20%了。与此同时，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布鲍尔也向记者表示，不仅仅是在挪威边境附近，原本部署在芬兰边境附近的俄军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此外呢，除了减少边境俄军的数量，为了躲避乌军无人机的打击，俄军还将立下宝贵的战略轰炸机也迁移到了北约边境附近。好家伙，这种做法也不知道是心大呢，还是有恃无恐呢？当然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被调离的那些俄军部队，有消息显示已经进入乌克兰境内，目的应该是为了应对乌军越来越激烈的攻势。至于这些部队会被派往哪个区域，大兵推测大概率还是扎波罗热南线，因为整个前线战场就这个区域最为激烈。要知道，如今俄乌双方在南线的战斗已经持续了3个月了。前一阵子呢，乌军在收复罗伯季涅之后，已经开始进攻维尔博维和新普罗科皮夫卡等重镇，并且取得一定的进展。此前呢，乌克兰武装部队塔夫里亚集团指挥官亚历山大·塔纳尔夫斯基将军在接受《卫报》采访时就表示，乌军已经突破了俄军在南部战线的第一道防线，并在不断扩大战线突破点。同时，乌军还在打击第2道防线后边的俄军，借此不断扩大巩固这个来之不易的桥头堡，为接下来的大规模进攻做准备。此外，亚历山大还表示，由于在苏罗维金防线上，俄军用了60%的兵力和资源来守卫第1道防线，用40%的兵力和资源来守卫其他2道防线。现今随着第1道防线被攻破，以及大量雷区被清除，乌军早就已经在俄防线上打出来了一个突出部，俄军的第2道防线随时会被击溃。再加上那些正在后方休整的乌军精锐部队一直没有出现，导致防守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压力正在不断变大。因此呢，为了挡住乌军的猛烈攻势，近期俄军不得不将更多的力量送往扎波罗热南线区域。目前根据最新的战况信息显示，在罗伯季涅区域，乌军依然在新普罗科皮夫卡北线和东侧继续攻打俄军防线。期间呢，乌军的进攻还得到了友方航空火力和火炮的支援，战况对于俄军来说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利。不仅如此，由于在前几天，乌军第82空突旅和第46空中机动旅还收复了维尔博维北部和西部的一部分区域，并且控制了那里的163高地，导致整个托克马克战区都暴露在乌军火炮的打击之下。凭借着居高临下的优势，乌军火炮随时都能打击该区域任何方向的俄军阵地，进而掩护乌军向东西2个方向推进。期间，由于乌军的攻势太过猛烈，导致原本驻守在这里的俄军第810海步旅伤亡惨重，迫不得已只能被换下。据称，该旅撤退时已经只剩约40%的战斗力了。曾经号称俄军精锐部队的第1441步兵团，目前呢也已经失去了1半以上的装备和人员，不得不退出前线。此外，由于此前俄军第105团遭受重创退出战场后，原本前移的俄军76旅在动员兵部队的掩护下，也只有约30%的残军撤回到第3道防线。由此可见，该区域的战斗是有多么激烈。而随着大量人员的伤亡，目前扎波罗热南线的俄军继续补充新的兵力，不然很有可能被乌军直接击溃，进而一举突破到第3道防线上，威胁到托克马克的安全。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增援扎波罗热南线以外，俄军的第聂伯河区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近几日呢，据前线战况显示，乌军对哥萨克营地桥头堡和金伯恩沙嘴桥头堡进行大规模炮击后向前推进，
驻守在这里的俄军49军由于缺少弹药和作战人员，根本抵挡不住乌军的攻势。这是由于此前49军本身就损失惨重，再加上核心主力之一的第387机动步枪旅还被调往了扎波罗热南线，以填补那里的空缺，使得俄军在第聂伯河的左岸的防御捉襟见肘。因此，被调遣的俄边境部队也有概率被派往第聂伯河区域。至于在2个区域被增援后，原本驻守在这里的守军又该如何呢？大兵猜测，那些伤亡惨重的部队，比如说上述提到的俄第810海步旅、第1441步兵团以及第49军等等，很有可能会返回后方休整，补充兵员，以此恢复作战能力。至于那些战斗力还算完好的部队，如果增援部队的规模足以守住该区域的话，他们就很可能会被派往顿涅茨克区域，因为该区域算是俄军为数不多正在发起进攻的地方。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不仅仅是边境部队，近期有消息显示，俄罗斯还将赫赫有名的北极作战旅也悄无声息地调往了乌境内。如此频繁的兵力调动，难道说俄军打算再次发起大规模进攻吗？有关于俄军会不会再次发起大规模进攻，大兵认为大概率是不会的，因为俄罗斯现今最好的选择是应该守住现有的区域，并且以此与乌军展开消耗战。至于大兵为何这样推测，原因有以下几点啊。首先，如果俄军再次发起大规模进攻，那么基于种种考虑，北约各国肯定会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而就目前战场局势来看，俄军已经无法再分出更多的精力来应对北约各国的援助了。因此，俄军只能选择最保险的方法，也就是不再发起大规模的攻势，固守现有区域，以此慢慢削弱北约各国对乌克兰的援助热情。虽然目前乌军对俄军已经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装备损失，但在这方面是相互的。这1年多来的战争消耗下，乌军也并不好受。一旦未来北约的援助力度下降，没有了先进军事装备作为支撑，乌军以往的战术作用便发挥不了了，乌军也很难继续深入俄军所占领的地区。这些呢，应该是俄军现今采用全面防守战术的原因之一。当然了，未来俄军虽然不会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但也不会选择长期停战，因为一旦停战就会给乌军留出一个缓冲的时间，届时北约各国很可能会利用这段时间，通过各项军事援助进一步强化乌军的作战能力。此外，还有消息称，乌克兰军工业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恢复生产。如果此时俄军选择全面停战，那么就很有可能让乌克兰重整旗鼓。因此，俄军必须打消耗战，不给乌军停战休整的时间。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削弱乌军的作战能力，近几日英国国防情报部门表示，俄军正在生产大量的巡航导弹。而从今年4月份至今，俄军使用导弹袭击乌境内的频率和规模已经越来越低了。再考虑到俄军正在大肆生产各型导弹，只能说明俄军很可能计划在冬季再次对乌境内重要城市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袭击。要知道，在去年冬季，俄军就曾使用数百枚巡航导弹摧毁了乌境内40%的电力和能源设施，导致许多城市陷入断水断电的不利境地。今年俄军再次复刻去年的操作，必然会极大影响乌军的反攻进程。除此之外呢，俄乌战争发展至今，早就不是俄乌双方的博弈了，而是变成了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较量。如果只是应对乌克兰，俄军采取大规模进攻还是有取得胜利的可能性，但在北约各国的军事援助下，现今的乌军早就脱胎换骨了。因此，出于全面考虑，俄军只能选择打消耗战，这样才不至于没有翻盘的机会。只不过，俄军不打算发起进攻，不代表乌军是没有这个计划。就在前几日，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基里尔布达诺夫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就曾表示，乌军将在寒冷天气来临之后继续反攻，即使战斗变得更加困难。而乌军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在于托克马克实在是太重要了。未来乌军一旦收复该市，也就意味着俄军第2道防线失守，这将是乌军大反攻的突破性战果。虽然此前俄军在罗伯季涅投入了相当大的守备力量，但整个苏罗维金防线的核心其实还是托克马克，而罗伯季涅只是托克马克的屏障。因此，一旦托克马克被乌军收复，俄军的苏罗维金防线也就不复存在了。最重要的是，收复托克马克后，乌军往南约50公里就是梅里乌波尔，往东约100公里则是比尔江斯克。
这两处对双方来说也极为重要。首先是地理位置方面，别尔江斯克位于黑海沿岸，海岸线往东就是马里乌波尔，往西就是赫尔松和克里米亚，可以说是连接这些地区的核心。同时，该市还有着乌克兰最大的港口别尔江斯克港就在此地，它是俄军从本土的塔甘罗戈港向克里米亚、赫尔松和扎波罗热运送军事物资的中转站。目前受限于克里米亚大桥铁路货运，乌东的铁路线和跨亚速海的海运已经成为了俄军重要的补给线路。其中呢，乌东铁路线时常由于乌军的破坏小组破坏，想要将大量的物资运送到赫尔松左岸地区，难度和风险较大。因此，俄军增大了别尔江斯克港的跨海货运量。这里没有马里乌波尔到处漂浮的水雷，于是呢，俄军就在该市驻扎了大量的军队，甚至许多动员兵都在这里训练。不少正规军呢是带着装备在这里登陆，然后进行一些适应性训练。所以呢，乌军多次打击该市，也是为了能够一直干扰该区域俄军的一系列活动。另外，目前乌军想要继续向第聂伯河左岸推进，只有2个选项。其一呢，就是在攻下别尔江斯克市后，继续沿途占领梅里托波尔；其二就是强渡第聂伯河后，占领扎波罗热核电站。前者显然更适合乌军的策略。一旦乌军未来收复了别尔江斯克市，就能沿途与进攻梅里托波尔的友军会合，紧接着攻下梅里托波尔的话，就能将俄控区，也就是乌东4地北一分为2，进而切断第聂伯河东岸俄军与克里米亚的后勤补给线。原本俄军希望通过第聂伯河与对面乌军继续对峙的战略，也会因为梅里托波尔的沦陷被乌军左右夹击，迫使俄军最终是退守至克里米亚。而到时候呢，成为孤岛的克里米亚能够坚守多久，就不言而喻了。总结来说呢，随着未来乌军反攻力度的不断加强，俄军想要守住要有的区域，就必须派遣更多的兵力。也就是说，原本部署在各国边境的部队，未来也会被大批的抽调，前往乌克兰前线作战。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